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一个新的视频生成的模型啊，叫做 Pyramid Flow， 也就是金字塔。那么这个模型的话呢，其实相比之前的模型呢，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那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它的流程。大家注意啊，这是它生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的提示词呢，是一个身穿铠甲的女武士，然后呢，在一个战场里边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注意啊，不管是从清晰度还是整个的一致性来讲呢，这个视频生成的效果呢都是非常的不错的。那它现在的分辨率呢是640×384，就是我们说的 384P。所以说呢，这个模型从质量上来讲是非常高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生成的速度。那我们可以采样生成一下。这样这个视频就生成了啊。那么它一共用了多长时间呢？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128秒，也就是2分多钟。所以说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尤其是相比较麻薯或者是 CocoaVideoX 来讲，这个模型呢速度快，生成的质量呢也非常的高。那这就是它的特点。那为什么这个模型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解释一下，或者介绍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原理。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呢是它在 GitHub 上的一个页面。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简单的做了一下说明。那这里边呢，大家需要明白，就是它在之前的这个版本啊是一个 SD3 的，然后现在呢切换到了一个新的架构，就是 Flux 的。所以说呢，整体的架构有一个变化啊。看总体的介绍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10月29号，它除了放出来我们的这个 training code， 也就是训练的脚本之外，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模型架构呢也被放出来了，就是 Flux Structure。那它之前呢是 SD3 架构的啊，然后它现在叫做 Mini Flux。这个呢支持2种分辨率，一个是384的，那一个呢是768的。目前呢这个 Flux 的版本只支持384的，那这个768的版本呢会在后续呢给放出来。那你注意啊，这个模型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使用的显存数量是小于8G 的，然后呢你可以生成质量比较好的视频。那这里边呢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它是基于叫光流匹配啊，我们看一下叫 Flow Matching。在之前如果你做过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你可能听过光流一致性，也就是在一个连续的视频里边呢，光流呢应该是一致的。那光流呢你可以认为是光的流向，或者是光的斜率，或者叫梯度这么一个概念。那细了呢我们可能不能说的特别的明白啊，你简单的了解一下就可以。所以说呢，在一个连续的画面里边呢，光呢可以从一个地方流向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它不会凭空的生成和消失。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致性的原理啊。那所以说基于这个原理呢，就会有光流匹配的这种技术。利用光流匹配呢，可以让生成的视频一致性更强。这个我们通过刚才的例子呢也能看到。好，下边呢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型应该怎么去用啊。你要用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到一个扩展，就是 K 神开发的这个一个包装器啊，它是基于 Diffuser 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它装上就可以。那安装的话呢，其实也非常简单，把这个克隆下来，然后用 pipe 把这个 requirement 安装上就可以了。另外大家注意啊，它这个模型呢提供了它转化后模型的一个链接，我们可以点开之后到这个模型列表里边。这个模型呢主要有2类啊，第一类呢就是我们的主模型，2个版本 BF16 和 FP8。那我们在这个里边呢可以看到P8 的这个版本是不提倡去使用的，因为它生成的质量呢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折扣。另外呢，它这儿也简单说明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架构从 SD3 到 Flux 之后呢，它整个的这个代码是支持 Flux， 但是不支持 SD3。如果你要是想使用 SD3 的版本的话呢，可以使用之前的这个分支。那有人说我为什么要使用 SD3 呢？其实在它这里边呢也有一个说明，也就是 SD3 呢它是支持768的啊。那也就是说你现在就想用一个768的，那你可以使用 SD3 的那个架构，但是我觉得可能速度会有一些问题，因为我没有试过，我只能这样猜。这是这个模型啊，建议大家下载的呢是这个 BF16 V2 这个版本。另外呢 VE 这个我们就选 BF16 这个版本就可以了。
下载完之后你放在哪儿呢？大家注意啊，主模型就放在这个 Diffusion Models 里边，然后呢 VE 当然就放在 VE 里边。它提供的功能呢有2个，第一个呢是文声视频，第二个呢是图声视频。我可以先提前告诉大家，文声视频的效果比图声视频的效果呢要好很多。待会儿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也会给大家有一个明显的演示啊，让你看到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那一旦安装好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一个 Examples 里边看到这个示例的工作流。那么Image to VID 那就是图声视频 ，Text to VID 这就是文声视频。然后呢，你把它拖拽到你的 Config 里边去，我们就能得到这个工作流了。这个工作流呢，我们简单解析一下。首先呢是主模型的加载器 BF16 V2 的版本，这个不要用 FP8 的。另外的话呢就是 VE 的版本。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那2个模型。另外这儿有一个编码器，编码器呢，我建议大家也是用 FP16 的，因为 FP8 的这个结果呢和 FP16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不是说 FP16 一定比 FP8 好啊，但是大多数情况呢要好一些。这是一个它独有的一个 text encode 啊，编码器。然后这个是一个 VE 的 decode， 这是采样器。注意宽度和高度呢一定是640×384，这个不要去改啊。有人说我乘2，我乘 1.5， 这个不是等比缩放就行啊。所以说呢，你缩放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会有很多模糊或者说非常奇怪的一些扭曲现象。另外呢 TMP 一定是16，注意这2个。首先呢，你要明白这2个是什么啊？一个呢叫做 Guidance Scale。这个呢就类似于我们文声图里边的那个 CFG 那个东西啊，就是说这个图像呢有多大程度上和这个正向提示词宝是一致。然后这个呢其实是控制我们画面上的一个运动的幅度的。那值越大，这上面动的因素就越多，动的幅度越大，越小呢它就相对的稳定一些。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看到这个说明啊，大概在这个位置。这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章节，叫做应用的小技巧。3点，第一点它告诉你 Guidance Scale 是什么，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但是它这儿有一个值啊，就是说如果你要是 768P 的话呢，我们肯定是7到9都可以。那如果是 384P 那就建议是7。那这个呢是控制我们视频的运动的幅度，越大视频越动态，越小视频越稳定。对于视频生成来讲的话呢，它建议的是上面这个设7，下面这个设5。那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在这个工作流里边看到7、5这2个值。这是种子啊和这个种子的控制，这个就不用说了。下边这是一个解码器啊，那这就是这个工作流非常的简单。下面呢我们给大家来测试一下这个模型在各种视频里边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啊，各种风格、各种视角啊、各种形态。首先你要掌握啊，所有的视频生成模型都存在一个原则，那就是生成人物的时候比生成景物或者其他东西的时候呢都要差一些。那下边呢我们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测试。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这个呢指的是一个女孩啊在森林里边漫步或者叫穿越这个森林。那我们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女孩动态的一个表现，光影、环境的表现，这个都非常的棒。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分辨率不够，所以说这种远景人物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原则指的是就是面部的清晰程度或者手啊。那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这种大场景下边，人物动态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光影的表现比麻薯和 Cog Value X 呢其实要好很多。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就是比较远景的一个人物的场景。那下边呢我们将这个镜头给它切近一点啊。那现在呢我们变成了一个女孩，她伸出她的手，然后一个蝴蝶呢绕着她的手在飞啊，这么一个场景。这个里边的话呢，女孩没有表现出来，主要表现出来手和蝴蝶。你要注意蝴蝶的精细程度是没有问题的，你注意她的腿、这个翅膀甚至触角都能非常好的表现出来。但是你注意这个手啊，就是我们说的细节问题。面部是同样的，这个如果像素点不够，可能面部和手都会有问题，尤其是手，面部可能还好。那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所谓人物的某些细节表现不好。下面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呢主要是一个小猫啊动态的一个效果。大家注意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小猫转头啊，转到最右边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些变形的，能看出来啊，不太好看，但是总体的这个质量是没有问题的。猫尾巴稍微有点问题啊，但是你要说有问题也行，你说没有也行，因为后边是一个虚化的一个背景处理啊。下边呢，我们再看一个相对复杂的这个人物场景，这是2个人啊，在一个繁华的街头，然后散步。那这里边呢，拥挤的街道呢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背景是虚化的，然后阳光，这2个人的背影表现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你要注意，就是他的这个手同样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手的细节是没有办法去表现的。这个你当然可以解释成像素点不够，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像素点够，这个手的表现也可能不会太好啊。下边呢，我们将镜头切近，我们看一下这个场景，雨打荷花。这个里边我们主要表现3个东西啊，第一个是下雨的场景，非常的棒。第二个是这个荷花的场景，荷花在摇曳啊，在摆动，然后水珠落下的场景，这儿有一个非常晶莹的一个水滴落下的一个场景，这种不能叫微距啊，但是是比较近距离的这种抓拍或者特写呢，还是表现的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场面比较宏大的场景，这个呢是一个女孩在一个高山上，我让她尽量体现出中国的元素，甚至我写到了汉服，但是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整体的感觉，这种登高远望啊，这种宏大的场景的表现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它在逻辑上有一些问题啊，这个女孩按道理不应该站在这个地方走过去。所以说呢，这个确实在构图上有一些问题啊，在呈现上、色彩上，这个没有问题。另外呢，人物和这个亭子的比例好像也不大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更加富有艺术感的一个场景啊，这个是一个女孩的一个剪影效果，她在海滩上、夕阳下啊这样走过去。所以说呢，既然是剪影啊，它偏暗啊，然后女孩头发的这个细节也表现的比较好，裙子的这种透明的质感也表现的非常棒，夕阳的这个感觉，海浪，整个的构图和色彩，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啊。所以说你会发现这种艺术化的表现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相对静止的场景，这个呢也是大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测试场景，就是一个枫叶落在水面上。那我们这儿主要测的就是它到底能不能呈现出来枫叶落下那个场景。那你会发现啊，它呈现出来主要是在水里边，这个我不知道是我的提示词写的有问题还是什么啊，反正这个细节表现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就是不是我们想要的那个细节。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相对静止的场景，它怎么去捕捉动态啊？这个是大雪中旷野里边一棵梅花树，你去想这个场景啊，然后一个白茫茫的田野里边，然后一棵梅花树。这个时候能动的元素不多啊。如果你记得我们之前用 CalcVidX 去描述的时候呢，它是让树叶略微的动起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yramid 它是怎么去做的呢？你放大之后你会发现啊，把雪落下的这个场景描述的还是非常棒的，包括远景里边看树干上雪往下落的这个场景，然后另外就是近景里边大的雪片落下的场景，甚至你去看这个树在摆动，这个场景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其实你看远景呢也会有一些啊，但是不那么明显。整体的把这种空旷啊，然后下雪的这个感觉呢表现的非常的棒。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个模型的表现的确是到目前为止吧，应该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是文声视频，那图声视频相对来说质量就稍差一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声视频是怎么去做的。首先你要注意啊，这个工作流呢其实很简单啊，我们只需要上传一张图片。这儿我用了一个 Resize Image， 是因为我们要的这张图片呢必须和最终的分辨率保持一致，所以说呢这儿是640×384。然后 Resize 之后呢，我们通过类似的一个 Way Encode， 当然它是一个 Pyramid Flow 单独的一个或者叫自己研发的一个 Way Encode 啊，编码成一个浅空间的图像，放到采样器里边就可以了。上面就是一个标准的文声读的采样器。那这个提示词同样是我们刚才用的小猫的那个提示词，你会发现这种非人物的表现还是挺棒的，但是在转头的时候，这个眼睛啊其实不那么自然，对吧？
这是非人物的表现。对于人物的表现呢就更差一些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我们将图片换成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这个我们也不止一次用过。然后提示词变成了一个女孩在骑自行车，别的没有任何变化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到后边基本上就变形了，就不对劲了啊。这个大汉的腿都出来了啊，这个人可能也要变身或者要现原形，是这个啊。但是景物的表现还是挺好的啊。那有人说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调低这个value guidance scale 让它变得更好一些呢？这个我也试了一下，我把它调成了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把它调成了3。那你会发现啊，运动的元素的确少了一点啊，但是呢，在后期还会出现这个情况，非常怪异。所以说呢，我觉得它在表现人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我们再将镜头拉近啊，图呢换成了这张。然后这个提示词换成了一个女孩正在愉快的谈话，那你会发现那也是有问题的啊，有很多的尾影和这种不可预知的这种东西出现。所以说呢，我们通过这样的评测也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啊，可能图生视频稍微差点意思。另外有一些注意的点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token 的数量，就是这个单词的数量，不能叫单词啊，就 token 的数量不能太多。这儿最大应该是128个，所以说当你用了比较复杂的提示词，那我们去生成的时候，那你可能会看到这样一个错误，它会告诉你啊，期待的这个 token 的数量应该是在128，但是可能我们给到了256啊，这个跟 Flux 的纹身图还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 Flux 的384的这个版本，那过几天之后呢，可能会有768的版本出来，速度肯定会降一点，但是质量呢，我觉得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好，我们一起期待，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